他每天都要吃豬飼料，饲料都過期发霉了，他卻吃得津津有味，邊吃還邊笑，屋裡還囤了好幾袋，就這樣吃了50年。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剛見到工作人員時，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問他為什麼住在山裡，他卻什麼都不說，轉身迅速離開了。工作人員趕緊跟了上去，但跟不上他的步伐，很快就不見人影了，只好回到他的住所繼續等待。傍晚他再次回到住所，問他問題還是什麼都不說。山上的夜晚異常寒冷，他躺在石頭床上瑟瑟發抖，不停地說着莫名其妙的話。在工作人員的長期溝通下，他終於想起了自己的名字。那這下好辦了，節目組來到山下村莊，想了解更多關於他的信息。村民聽到他的名字後都很震驚，說他失蹤了50年，還以為他早就死了。通過一番打聽，節目組找到了他表哥，隨後表哥也來到山上，見到表哥後，他突然跪了下來。表哥邀請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他卻直接拒絕了。那他為什麼要堅持住在山上呢？真的是奇怪。工作人員在旁邊搭起了帳篷，決定和他同吃同住，與他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讓他慢慢打開心扉。幾天過去了，他變得開朗了很多，還主動給工作人員遞上食物。他終於決定走出大山，接着呢也說出了自己的故事。原來在他小時候，父母就離婚了，他只能和外婆相依為命。不幸的是，外婆不久後也去世了，他傷心欲絕，獨自一人躲到了山上。這一躲就是50年，可能對他來說，山上這個寒冷狹窄的空間才是他唯一的庇護所。工作人員隨後帶他離開了大山，開始了新的生活。雖說大爺吃豬飼料很稀奇，但和下面大姐吃的東西比起來，簡直不值一提。他每天都要喝新鮮的冰紅茶，早上起來就要去廁所接一杯，從一天喝1杯，直到後來的一天5杯，已經持續喝了2年。他說每天吃的東西不一樣，紅茶的口感也不一樣，有時候鹹，有時候甜，有時候嘗起來還像香檳。最喜歡的還是上火的時候，焦黃的顏色讓他沉醉。最急的人是他女兒，怕他喝死了，而他自己卻說正是冰紅茶救了他的命。這又是為啥？現在的他反而變本加厲，覺得喝着不過癮了，直接把黃色液體當牙膏用，說刷完的牙變得更白了，甚至還把液體當眼霜和爽肤水，頭髮上也能抹一抹。洗澡時把液體加在浴缸裡，洗完容光煥發，還能用液體洗眼睛洗鼻子，據說能治療鼻炎。那他到底為啥要喝黃色液体呢？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醫生說他還能活1年，於是他決定放棄化療，找到了這種治療癌症的偏方。他認為自己的做法很環保，可以循環利用，還推薦大家都試一下。但是我不建議大家模仿啊，這屬於偏方，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大家千萬不要信。就連他女兒們也不信，勸他去醫院檢查一下，看看這黃色液體是否對癌症有效。如果真的有效，那以後就盡情喝，也不會再管你。他一聽也對啊，來到醫院一檢查，發現腫瘤擴散得更快了。很明顯，黃色液體一點作用都沒有，甚至還耽誤了病情。醫生建議立即手術切除腫瘤，最後在醫生的幫助下控制住了病情。有錢的可以喝冰紅茶，那没錢的吃什麼呢？來看看下面這一位，他每天都來這家店白吃白喝，每次都吃同樣的食物，吃完就走，從來不付錢。然而店主卻根本不在意，想吃多少吃多少，還會給他打包一些帶走。第二天他再次出現，工作人員嘗試和他交流，他突然表現得很慌張，東西都不吃了，拿起麻袋就走。工作人員決定跟着他一探究竟，他丟下一句奇怪的話，背着麻袋走進了大山。工作人員趕緊跟了上去，問他麻袋裡裝的什麼，他還是一言不發，很快消失在了樹林中。那我們還是來問問店主是什麼情況吧。店主說5年前他開始來店裡吃飯，只點了3塊錢的炒年糕，看得出來他很窮。店主告訴他，如果餓了可以隨時來吃。沒想到第二天他真的來了。店主說自己也曾經經歷過低谷，身上1分錢沒有，覺得要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從那之後就一直給他提供免費食物，已經持續了6年，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個不小的開支。附近店鋪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1年後，節目組想要做個回訪，發現店主搬家了，但還是会給流浪人員提供免費食物，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我覺得天使大概也就是這樣的吧。在社會福利社的幫助下，之前的流浪漢也住進了精神病院，一切都在慢慢变好。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他把生牛肉當面膜，整張臉貼滿了新鮮牛肉，血水還不停地滴下來，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費，直接吃掉。邊吃呢還邊笑，還說敷完後皮膚光滑有彈性。更誇張的是，敷完面膜後他竟然用大骨湯洗臉，還必須用熬了12小時的牛骨湯。他說自己是乾性皮膚，骨湯裡有滿滿的膠原蛋白，對皮膚很好。最急的人是他妹妹，認為姐姐38歲的年紀看起來像18歲，容易引來非議。而且由於常年吃生肉，去醫院檢查後還發現身體竟發生了一個奇怪的變化，但他卻並不在意，反而變本加厲，讓記者也試一試牛肉面膜。從袋裡拿出新鮮牛肉就往記者臉上塗，邊塗呢還邊問記者感不感動。記者嚇得直接不敢動。不一會兒，記者臉上都被覆滿了生肉，靜靜躺在沙發上感受效果。看到不停滲出來的血水，他卻忍不住流口水。敷完後直接扯下一塊塞進嘴裡，還說口感非常滑嫩爽口。他還推薦記者嘗一下。記者含着生肉遲遲不敢吃下去，他每天都要去買新鮮的生肉，檢查是否新鮮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店主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他卻並不在意別人的看法。確認新鮮後直接買了一大袋，回家後簡單調個蘸料就可以開吃了。因為吃着也很費錢，他沒事就去餐廳打工，
工，這樣還可以順便吃點餐桌上的剩肉。老闆看到後也不敢說什麼，畢竟敢吃生肉也是個狠人。等發工之後，他摇身一變又成了顧客，在自己的打工店繼續買生肉吃。雖然吃的是烤肉，但從來用不到烤盤。他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萬塊，然而一頓就吃了8萬塊的生肉。這天他遇到了另一個喜歡吃生肉的人，兩人來到一肉店，開始了比拼。大媽拿起一片生豬肉，蘸點醬油就開灶。大媽表示吃生肉還沒怕過誰，兩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盤豬肉。接下來兩人準備吃活魚，簡單處理一下，抱起來就啃，一口下去還會爆漿。不一會兒，整條魚只剩下了骨頭。兩人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還約好以後要經常出來一起吃。但這樣生吃真的健康嗎？最後大家還是帶他來醫院檢查，結果在他腸道裡發現了一條長達1米的豬肉絛虫，醫生及時為他進行了驅蟲，還告誡他為了健康千萬不要繼續生吃了。富二代每天吃過期發霉的食物，竟然是為了減肥。看到他們之前的照片我都驚呆了，放了半個月的米飯已經發霉編織成了一坨，這個時候吃呢味道剛剛好，加點發酸的靈魂配菜，那小味一下就上來了。再來上幾勺發霉的番茄醬，增加口感，臭豆腐汁也得來點，最後再加上過期的酸奶，使劲攪拌均匀，一份元素周期拌飯就做好了。那味道簡直比下水道還誇張，怎麼說呢？刘墉都吃不下去，兩人卻吃得津津有味，邊吃呢還邊笑，說味道還差點。這還沒完，飯後水果更誇張，外皮發黑腐爛的香蕉成了首選，表皮已經滲出了粘稠的汁液，對他們來說這種成熟度剛剛好，說吃起來像巧克力。吃完香蕉呢還不過癮，接着拿出了發霉的橘子，還說女朋友最愛吃發霉的部分，說着就開始撒狗糧。據說兩人就是翻垃圾桶時認識的。工作人員對他們的食物和馬桶分別採樣檢測，結果他們吃的食物比馬桶還髒，細菌含量是馬桶的幾10倍，他們呢卻毫不在意。但節目組實在看不下去了，給他們準備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飯菜，他們聞了一下卻連連搖頭，鼓起勇氣嘗了嘗，直接跑出去吐了。他們說吃變質的食物主要是為了減肥，因為這樣更容易催吐。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從200斤減到了現在的128斤，女朋友也從140斤減到了90斤，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節目組帶他們來醫院，通過內窺鏡檢查後發現他們都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如果繼續吃的話很可能會發生癌變甚至死亡，就算華佗在世也救不了你。用這種方式減肥是不可取的，減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綱目嘛。大姐是吃鯡魚罐頭長大的，什麼臭她就很值得我們學習的。但是要說吃的奇葩，下面這個小伙表示不服，他抓起一把沙，白沙比較鹹，不好吃。在此呢，感謝小哥的分享，讓我們知道了白沙不好吃。他說自己5行缺土，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沙子能為自己提供能量，所以每當工作累了，他第一時間不是休息，而是找出隨身攜帶的沙子，舀上一勺直接開灶，只要吃上一口，整個人都精神了。然而他開始吃沙子的原因卻很讓人心痛。原來他小時候家裡很窮，3天都吃不上一頓飯，餓得受不了了，就想着吃沙子來緩解飢餓。這一吃不要緊，他打開了味覺新世界，竟然愛上了這種味道。但是大家不要模仿，我替大家嘗了，一點都不甜，比屎還難吃。最後我有個疑問，吃進去的是沙子，那拉出來的是混凝土嗎？沒錢的吃沙子，那有錢的吃啥呢？下面這個小哥就很搞笑，他一吃東西就會流淚，並不是辣哭的。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奶奶吃飯前要先擠一勺洗潔精，接着放進魚湯裡，攪拌攪拌，直接喝了起來。記者聞了一下，滿滿的肥皂味，奶奶卻吃得非常香。這還沒完，喝完湯，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葉來到廚房，對着洗潔精連按了3次，小心翼翼把洗潔精包起來，直接塞進了嘴裡。大家非常不解，為啥要吃洗潔精呢？奶奶說自己不能吃肉之類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話，必須提前吃點洗潔精，讓它在胃裡中和一下油脂。不得不說，這想法非常腦血栓啊。飯後奶奶給大家講了自己年輕時候的事，大家終於懂了奶奶為啥這麼做。奶奶說年輕的時候窮啊，工作又累又苦，得了胃病也沒錢去醫院，偶然的一次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潔精，她覺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聽天由命吧。沒想到啊，這下不僅沒死，胃還不疼了，於是從那開始就一直吃。大家帶她來醫院檢查，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胃裡竟然沒事，不過還是得戒掉洗潔精，如果胃痛的話可以吃藥緩解。奶奶也答應以後不會再吃。2周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發現奶奶還在吃洗潔精，大家又給奶奶科普了一番，要相信科學。1個月後，節目組再次回訪，這次奶奶終於戒掉了洗潔精，只不過吃藥又吃上癮了，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這對情侶為了減肥，每天吃過期發霉的食物，對他們吃的泡麵和馬桶分別採樣檢測，結果泡麵比馬桶還髒，細菌含量是馬桶的幾10倍，他們卻毫不在意。放了半個月的米飯已經發霉變質成了一坨，這個時候吃味道剛剛好，加點發酸的靈魂配菜，那小味一下就上來了。再來上幾勺發霉的番茄醬增加口感，臭豆腐汁也得來點，最後加上過期的酸奶，使勁攪拌均勻，一份元素周期拌飯就做好了。那味道簡直比下水道還誇張，兩人卻吃得津津有味，邊吃還邊笑，
說味道還差點。這還沒完，飯後水果更誇張，外皮發黑腐爛的香蕉成了首選，表皮已經滲出了粘稠汁液，對他們來說這種成熟度剛剛好，說吃起來像巧克力。吃完香蕉還不過癮，接着拿出了發霉的橘子，說女朋友最愛吃發霉的部分，說着就開始撒狗糧。節目組看不下去了，給他們準備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飯菜，他們只是聞了一下就连连搖頭。他們說吃變質的食物主要是為了減肥，因為這樣更容易催吐。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從200斤減到現在的128斤，女朋友也是從140斤減到了90斤，听起來簡直匪夷所思。大家帶他們來醫院，通過內窺鏡檢查後發現，他們都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如果繼續吃的話，很可能會發生癌變，所以用這種方式減肥是不可取的，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這個大爺30年吃了40萬顆糖，這絕對是你見過最愛吃糖的大爺。只見他夾起一片泡菜，兩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進了嘴裡，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滿一勺白糖，就連吃炸醬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攪拌攪拌就開始享用美食了。這種神仙吃法震撼周圍人一整年。他見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這是他認為最熱情的方式。他嘴裡隨時隨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顆糖，口袋裡也裝滿了糖，除了睡覺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飯點了，大爺打開糖罐子，把滿滿1勺白糖加在米飯裡，做了個白糖拌飯，這個我覺得還是能接受的，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吃米飯的。然而接下來的操作就比較奇葩了，他夾起一片泡菜，蘸上一點白糖，接着就送進了嘴裡。這還沒完，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滿1勺白糖，這個我就接受不了了。飯後大爺還得來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後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點點水，攪拌一下，一飲而盡。就這種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來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還有400塊糖果，這屬實已經在人體承受範圍之外了。這樣吃糖牙齒能受得了嗎？大爺輕蔑一笑，說開什麼玩笑，我沒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麼吃就怎麼吃，嘿嘿。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吃糖的？原來30年前他的身體出現了問題，不得不戒掉了菸酒，於是找到了糖果作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體慢慢恢復了健康，壞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難受的病。說起來也是搞笑，大爺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卻是他從不吃糖的妻子。大爺每天都會鍛鍊1小時，他認為自己的身體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嗎？節目組帶他來到醫院，一番檢查過後，醫生說雖然你暫時沒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壓，還是建議趕快戒掉糖，這樣才能保持健康。最後大爺表示，為了健康自己會盡量少吃糖的。老爺子這種情況算比較好的了，下面這個男人就比較嚴重了。這個男人從出生就喝可樂，33年滴水未進。只見他打開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鐘，瓶子就見了底。吃飯的時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顏色的汽水，這幾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點點米飯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飯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經連續喝了33年，瓶子連起來都可以繞操場30多圈，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上升的體重。不僅如此，他的牙齒也被汽水腐蝕壞了，還得了關節炎，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藥，一把藥物塞進嘴裡。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福，他為什麼不喝水呢？他卻說聽到這種回答，節目組覺得很搞笑，怎麼可能呢？每個人都可以喝水啊。為了解答疑惑，他決定現場演示，一口礦泉水下肚，緊接着而且他頭上也滲出了汗珠，看起來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說只要喝水肚子就會痛，真是奇了怪了。原來他小時候得過一場重病，做完手術後母親給他準備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麼都吃不下，只能喝一點汽水。從那以後就開始喝汽水了。母親起初對兒子很心疼，於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沒想到最後卻沉迷於汽水無法自拔了。接下來按照慣例，他被帶到醫院做檢查，首先確定的是他的牙齒都成了蛀牙，需要盡快治療。在經過各項檢查後，醫生說他現在的骨骼年齡已經相當於70多歲的老人了，而且他的關節問題更嚴重，有些關節已經粘在了一起。醫生建議他必須停止喝汽水。至於他為什麼喝水就會肚子疼，心理醫生認為可能是小時候的手術或者當時服用的藥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還是心理作用。幾天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發現他家裡已經看不到汽水的蹤跡了。他說自己已經把汽水都扔掉了，現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鮮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趕快恢復健康。如果要論對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這個老爺子表示不服，連續20年喝可樂，身體會發生什麼變化？大爺一口氣就喝完了1.5升的可樂，但他卻說自己喝的並不多，然而轉身又幹完了一瓶可樂。老伴也無法阻止大爺，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樂，工作時也要隨身帶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開可樂，隨時隨地補充能量。到飯點了，自然也少不了可樂，米飯裡倒上半碗可樂，攪拌攪拌就做成了一份可樂撈飯，先喝湯後吃飯。你別說，我感覺這樣好像還不錯的樣子。醫生表示他患有骨質疏鬆症，而且大爺已經70多歲了，如果不想開席的話，就要停止喝可樂。大爺輕蔑一笑，聽完醫生的話轉身就走了。他還說看得出來大爺對可樂是真愛啊。好了，我是岳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
他每天買菜卻從來不吃，一到家就拿出了電鑽，開始給蔬菜鑽孔，把胡蘿蔔內部掏空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每一步都非常小心，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術一樣，一點點調整孔洞大小。這到底是在幹嘛嗎？他也不解釋，拿起做好的胡蘿蔔吹了起來。這真的還是胡蘿蔔嗎？大家決定升級挑戰，拿來了西瓜、雞蛋和大蔥。小哥輕蔑一笑，手起刀落間就把3樣食材變成了樂器。不僅如此，什麼山藥、西葫蘆、土豆、西蘭花都能被他吹出花來。雖然做樂器難不倒他，但現在有個問題，就是樂器的保鮮時間太短了，一旦粘了，音色就不纯正了，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為此每天要不停買菜，買回來就要套上保鮮膜放冰箱，來保持蔬菜的新鮮度。現在他已經到了痴迷的程度，上班都要帶着一袋新鮮洋蔥，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蔥变成了樂器，把同事看得讚嘆不已。接着全身塗抹起來，大腿上也不能少，還能順便當洗面奶用。不是啊，薄荷味牙膏涂在臉上真的不會痛嗎？全身塗抹完畢，還得來個日光浴，促進吸收。大叔被烤到3分熟後，他又擠了半管牙膏當洗头膏用。哎，你別說，泡沫還挺豐富的，絕對的無硅油配方，就是不知道會不會刺腦。就這樣，大叔洗一次澡就用光了3支牙膏。按照節目流程，他被帶到醫院做檢查，醫生表示牙膏中的化學成分已經嚴重損傷了他的喉嚨，而且他的皮膚也出現了一些不好的症狀。醫生建議必須盡快停止食用牙膏。那大叔會聽從醫生的建議嗎？只見大叔轉身來到廁所，直接把隨身攜帶的牙膏水倒掉了。大叔表示，為了身體健康，以後不會再吃牙膏了。同樣對於一種食物過度偏愛的還有下面這個男人，他夾了一塊生魚片，在上面放上滿滿一勺芥末，然後整個吃了下去。他竟然沒有絲毫反應，這該不會是假的芥末吧？朋友決定嘗試一下，然後他就一顆打進杯拉完屎。另一個朋友講話了，開玩笑，哪有這麼誇張？我就很能吃芥末，這也沒什麼呀。一顆打進杯拉完屎。說話間，他又吞了好幾勺芥末，眼睛都不帶眨一下的。他說他完全感覺不到辣。芥末吃完後，又向老板要來了一碟芥末。老板說他是老客戶了，我現在都考慮要把芥末收費了。只見他在海苔上又放了一勺芥末，再放上魚和蔥段，直接塞入口中，那味道非常的得力歇斯。即使工作的時候，他也要拿出芥末舔幾口，喝水那也要在瓶子裡擠入1管芥末，充分攪拌均勻後一飲而盡。喝湯的時候自然也少不了芥末，那小味兒撓一下就上來了。米飯也要來上滿滿1管芥末，再加入一些配菜。就這樣，一份綠油油的芥末拌飯就做好了，吃的那就一個乾淨，狗見了都流淚。再後來，他吃的越來越離譜，直接在生肉上面抹上芥末就吃了。他說吃起來的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樣。他朋友聽說他喜歡吃生肉，還為他特意準備了生雞腿。大哥也不客氣，抹上芥末直接送入口中，那是嘎嘣脆，真的是雞肉味。他該不會是有什麼大病吧？醫生說他的嗅覺功能比普通人低20%，所以他對於辛辣感覺不敏感。那他真的健康嗎？通過驗血以及胃鏡觀察，醫生發現他有嚴重的胃潰瘍，醫生建議必須停止大量吃芥末，否則只能準備吃席了。大哥最後表示，為了健康會盡量少吃芥末。然而下面這個男人看了上面2人後講話了，你們能不能和我一樣吃點正常人吃的東西啊？他從口袋裡掏出1包白色粉末，接着往菜上來1勺，米飯上加1勺，這一勺勺白色的粉末正是味精。周圍人都看呆了，他卻說味精是世界上最得力歇斯的。又到飯點了，1勺、2勺、3勺，湯裡最少要加3勺味精，米飯也要來2勺，那小味兒滋一下就上來了。他吃得津津有味，酒足飯飽喝點水，是的，水裡也要加他每天都要吃15勺味精，也就是200克，每個月就是6000克，1年就是72000克，38年就是2.7噸。這麼說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這相當於30個大叔加起來的重量。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他真的健康嗎？大叔說自己患有一種罕見的疾病，已經有20年了，為了控制病情，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很多發現得這個病的人過不了多久就去世了，而自己卻沒有事。他認為是味精幫助了自己，控制了病情惡化。按照節目流程，他也被帶到醫院做檢查，醫生說他有嚴重的胃病，由於味精的大量攝入也導致了糖尿病，所以他必須馬上停止吃味精。大叔最後也明白了，味精帶給他的只是一種心理安慰，並不能改善他的病情。他決定以後會慢慢戒掉味精。那最後就祝大叔早日康復吧。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她是吳亦凡最怕見到的女人，因為她最喜歡吃的就是牙籤。只見她一根根往嘴裡塞牙籤，打牌的時候就當成零食吃。到了吃飯的時候，她先擺上了3盒牙籤，一口米飯就着1根牙籤，吃得津津有味。你以為米飯是主食，其實牙籤才是她的主食。該說不說，這牙籤能好吃嗎？好吃，特別好吃，比柚子都香。
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籤，1盒牙籤有500根，那麼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籤，這也太誇張了吧。丈夫也試圖阻止她，但她根本不聽，你說你的，我吃我的。現在大姐變得越來越離譜，這不吃着飯就把筷子給照了。大姐說筷子比牙籤大，吃着有嚼勁，口感也好。丈夫看不下去了，給大姐切了點水果，沒想到啊，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邊，對着托盤口水直流，直接讓丈夫把托盤劈了給她吃。我感覺大姐就是被丈夫寵壞了，這玩意兒能吃嗎？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再慣着她了。靠，當我沒說，看來只要是木製品，大姐都想嘗試一下。她邊吃邊發表看法，說托盤沒有牙籤好吃。那麼她是什麼時候愛上牙籤的呢？原來大姐之前患有嚴重的胃潰瘍，有一次當她意外吃掉牙籤時，她的病竟然好了。從那以後，只要胃疼就會吃牙籤，慢慢的就上癮了，寧可不吃飯也要吃牙籤。但是大姐的身體真的健康嗎？胃腸啊，有什麼胃鏡啊都透了，沒有關係。沒有問題的，有問題我不讓他吃了。大姐無時無刻都在吃，就連床頭櫃上都放滿了她的零食，2盒牙籤，一堆一次性筷子，躺在床上吃，逛街也吃。她甚至連扇子都想嘗一嘗。節目組還貼心的給大姐帶來了一些木質碗筷，大姐也不客氣，拿起來直接開照。那味道如何呢？大姐說上面刷油漆了，不好吃。大姐又嘗了一下竹簾，也不喜歡。她說竹子有酸味。目前來說最喜歡的就是楊木做的牙籤。於是節目組又送給她好幾盒楊木牙籤。假如真的對身體沒有任何傷害的話，開心快樂最重要。不得不說大姐的牙口真好，但是要說牙口好，下面這個男人表示不服。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直接咬下一塊，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來。周圍人的表情說明了一切。在丹東一個普通的早晨，妻子在炒菜，丈夫在洗餐前甜點，然而裡面全是玻璃碴子，洗乾淨後上面撒上白糖，他接着就吃了起來。妻子想勸阻，但是無濟於事。玻璃碴子能好吃嗎？這個嚼一口非常香。節目組檢查了一下他的牙，除了有點參差不齊外，沒別的毛病。那麼他到底為什麼要吃玻璃？大叔說這個要從20年前說起。20年前他是一個銷售，剛和客戶簽了一個大合同，由於自己不能喝酒，被客戶一番羞辱，說他不爺們兒。為了證明自己，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從那以後，他就愛上了玻璃的味道。他會在玻璃店找各種邊角料，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來口感也不一樣。挑選完畢，帶着他的美味甜點回家了。回家後會根據口味對他們進行分類。他說醫院的吊瓶最好吃，酥脆有嚼勁，口感極佳。耳燈泡吃起來就差一點，但也很爽口。那麼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個啤酒杯。按照節目流程，他被帶到了醫院做檢查，還在醫生面前表演吃玻璃。醫生也是大為震驚，但是檢查結果卻顯示他很健康。醫生也覺得不可思議，最後還是建議不要繼續吃了，以後可能會出現梗阻的情況。最後大叔也表示以後就不吃玻璃了，以後改成吃牙籤。下面這個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後，連說服了，你們都是鐵齒銅牙，我只能吃點軟的了。只見他抓起一隻泥鰍，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一隻不過癮，他接着又吞了一隻泥鰍，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大叔每天都要生吃泥鰍，從一天吃幾根，直到後來的一天1盆，說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保命。只見他抓起一隻，不假思索直接吸了下去，一隻不過癮，接着又吞了一隻，怕別人跟他搶，就把盆裡泥鰍都裝了起來，邊走邊吃。Q 彈的口感讓他流連忘返，吃飯也要先拿泥鰍開胃。母親很擔心他，特意為他煮了一鍋香辣泥鰍湯，他連看都沒看。他認為高端食材只需要最樸素的烹飪方式，生吃才是最好的。母親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知道兒子吃泥鰍是為了救命。此話怎講？原來是大叔腸胃不好，為此還做過5次手術，吃過很多藥都沒什麼效果。偶然的一次，在一本古書上看到泥鰍能緩解胃痛，抱着試一試的態度，當場生吃了一隻，結果胃裡一下就舒服了很多。就這樣一吃就是10年。現在的問題就是泥鰍完全不夠吃，沒事就要去田裡挖泥鰍，沒一會就挖了一盆，稍微清洗下，抓起來就吸進了嘴裡，那是乾淨又衛生啊。醫院也去過了，胃病還真就好了，身體也沒有其他問題。但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容易感染寄生蟲。如果非要吃的話，建議只能中午吃。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醬，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還說口感很像奧利給。咖啡裡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醬，攪拌一下一飲而盡。他說餐廳的辣椒一點都不辣，會隨身帶着一瓶秘制辣椒醬。吃炸醬麵要先來上1勺免費辣椒，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好家伙，直接成了辣椒拌飯。旁邊大哥聞了一下就辣到咳嗽，吃完呢接着喝點水，水裡也要擠入辣椒醬。更奇葩的是，喝感冒藥也要加辣椒醬，還說這樣容易出汗，好得快。剩下的一點藥湯裡再加上米飯，這樣更有食慾了。感冒好
好了就要吃燒烤，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醬，喝這麼一杯頂過去2杯。不僅如此啊，連他7歲的兒子都酷愛辣椒醬，米飯必須拌辣椒才能吃，連黃桃罐頭都要蘸辣椒。剛開始工作人員還以為是番茄醬，嘗了一口，厲害厲害，和他爸爸一樣，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不僅是辣椒，各種各樣的芥末也是他的最愛，如果不給吃他就會哭。那他們真的健康嗎？經過檢查，醫生發現父親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兒子很幸運，暫時沒發現問題，但醫生還是建議少吃，畢竟正在長身體，要多吃有營養的東西。如果吃辣有段位，下面這位大媽也屬於王者級別，她10分鐘就能吃完1盆辣椒，這就是她不服。冰淇淋加辣椒醬，這是她的神仙搭配，她一天就要吃3瓶辣椒醬。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